我现在我为什么出手呢？想买呢？我没有子女了，就是我一个老人。哎，我想你是传给谁了？我70多了，快是啊，就不能往下传了。我来到我这一代，那么着我就想出手买了，我没办法了，我没子女。是。那么说那个木料人了，我这。你看这盒子就是哎上了大漆了，描了金了，很古了。那老爷爷说，那什么不让卖，就留到这，留到我这一辈子，知道吗？是。我也挺喜欢。可是。哎呀，保存到现在不容易啊。我原来我都没学嘞，这个城堡，也是我这个买了。俺妹说俺家俺老人爷说，请一个富豪人家，我老爷爷来到我这，俺为啥来都给翻起了？是啊。咱就常常的来，他没翻着，知道了吗？俺老爷爷说这，也是很大财主。是。老爷爷说很有名望。我这说了5000块钱，5000块钱啊。行，我到我这个程度了，就是买了它拉倒了。瓷器什么的咱有吧？瓷器啊，哎，这有什么？我看有那个杆的，这也都很古了。是啊，就这俩东西，别的没有。这送给呀。这送给我。哎，你没拿可这送给你3两，不只是这俩。看着我脸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不是正好了哈。这个我不能白要你的，不，我不能白要你的。不要了，那东西值钱。哎，你不要了。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个叔这个东西你可能不明白，我刚才跟你说吧，你说非得是这样，我就不跟你解释了。但是它值钱。1、2、3、4、5、6、7、8、9、10。哦，这知道。这个我给你1000块钱。算1000块钱。哎呀，谢谢你好。叔你真实在。你实在啊，咱也实在。没事，你再点一下，再点。再点。是知道吧？是。对了。啊。你看我这个家，不容易讲，不难讲。再见。那么咱先讲一下这把扇子。这把扇子呢，可能懂行的就看出来了，这把扇子非同寻常啊。之前也收到过一把啊，但是没有那么漂亮，而且这个是带原装的盒子，可见当时有多么的珍贵啊。一敞开啊，这么多年了，依然就是非常的鲜艳和亮丽，包括上面的全都是竹子上了漆以后，上面有描金，然后这上面呢，这是一个绢本，上边的小人物啊，全是用这种金地裁出来贴到上面的，每一个人物啊，神态活灵活现。你看那时候的人有多讲究，这些铜活、料器啊，包括这个穗头，都是一丝不苟。这就是我们那时候著名的13行出品的一把扇，非常非常的有历史。从康熙时候，然后这个13行盛行，那么一直到晚清民国，其实还是在做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晚清时期的13行的一把扇，非常非常的漂亮。其实有好多藏友以前求过这种，现在也是不打而见了，能保存到现在，非常非常难得，就是漂亮，特别特别的漂亮。还有一点，这个简直就是文人雅士的那种风范，太漂亮。那么着重的说一下这一个这大爷非得说是个盖子其实呢，大家看一下可能不懂的人没看出来。我给大家讲一下，懂的人呢，可能也未必知道它的名字。这叫辟雍砚，其实它是一方瓷砚，也叫辟雍砚。看吗？中间跟个玉璧似的，其实在这个
周朝周天子设立了一所大学啊，就叫辟雍学府，类似这么一个辟雍大学。那么它的形状呢跟这个就特别相似，中间呀是一个平地盖上学校，四周呢是环绕着水啊，拥水而建，中间有个小桥呢是过去，学子们都在上边上学啊，四周环着水，安静自然啊，所以说呢是从周朝就开始了。那么我们记者博物馆里出土的，在隋唐时期就有这个器型了，叫辟雍砚啊，这个来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雍啊就代表积满了水的一个湾或者沟渠，称为雍啊。辟呢谐音辟，所以叫辟雍砚，传承于周朝。你看吧，跟小哥学收藏不但有乐趣，还非常长知识，而且这个年份特别好，能达到了清中早期的两方的辟雍砚。这个你看有墨色，这个有很难得你别看这个东西传承到现在，在那个时代依然是非常讲究。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跟我讲话。咱们收藏就是这样，谁都不能白了，做到无愧于心。然后收藏的乐趣就在这里。哎，你就能收到宝贝吧？可能心怀坦荡，非常舒服，怡然自得。俺走了咋说？什么呀？不给呀！哎，看看见这个水，我知道，中国的，这是现在的酒瓶子，我就不要了。你留着玩啊！放那当模好看。谢谢你了，叔。当装饰品啊！谢谢你了，叔。知道吧？那俺走了。不给了。俺走了，叔啊。再见，叔。怎么的？收古董的。收古董？我这一个你看，什么东西啊？龙胆。龙胆，我还真没见过你都看这个玩意儿。我这收了，怎么现在古董还没听说过有龙胆嘞？啊？是，是吗？还真是个龙胆。这个玩意儿可。龙胆壶啊。哦，这椰子龙胆壶啊。龙胆壶，大哥是个好的。说的没错，确实是。这你卖多少钱的这个？你卖多少钱？30万50万的差不多。干啥？30万50万的。但是这个东西真挺，这个你要不能去啊？不能。你干嘛？那别打，这个咱拿不了。老古董啊！老古董。真是第一回你这么一说，都把我说懵了。真厉害啊！这玩意真好东西。龙胆壶，少。养条龙。你看还养了一条龙。哎，那个厉害。我再看看呗，我这今天真开了眼了。你给人家不行，你不能。我看看那个，你这个。我看那个。拿出我瞅瞅。古董，收古董的。哎，收古董，家里有那老盘子老碗的吗？老盘子老碗。那老盘老碗不都拽大了？哎，要留着都值钱了。不都？你看那个，看，你看这种。你看这样老古董。好，真养条龙。那好。那好。这不好。这个不能是养条龙。是啊。把我说懵了。说懵。过桥龙碗。知道吧？俺这行里都叫过桥龙碗呀。你说养条龙就把我说懵了。你这是养条龙，你看厉害。确实是。哎呀，保存的真好。挺得意。怎么玩这个呢？这个你卖多少钱呢？这个不得5、6万吗？你要这个价钱，俺都没法收，哪能那么值钱？这龙碗你啥卖？不值钱，你。这也不是，这是民间烧的，也不是官窑。要官窑的话，那真的是。这不是官窑吗？不是官窑，是民间的。民间。我寻思官窑了呢。民间那个也是便宜点。那便宜不是一点啊，便宜很多。一个龙，哎。可了不得。这个你给多少？2000块钱。几千？2000。你没人基本上就这价。这个价你可没关系。你画的一般，画好了，你说能值个18000了。这怎么是有么？你再添点。
管不了，就2000块钱，我给的价很合适了。可不行，5000吧。啊，你再差点你2200，那俺受不着了，你老这个，你瞅一瞅，你这不是这个东西，你上哪你是不多见了啊，是不多见了，是吧？我知道，是吧？嗯，你这个你看，是。你的不进不女去。我也是个行家，俺不是乱说，俺有谱的都是。你别听，你说吧，你说，啊，你说，4000块钱。你加个100、200的行，加多了行。哎，2300，这3000块钱。2500啊，2500哪了？哪有这个数的？那2600块钱。2800。哎呦，你大老板，你在乎这哪大老板啊？啊，你在乎这个事嘛，对吧？好东西，你看我这花纹，我是不是？我知道，你这玩石头玩出花来，舍不得卖，全都是那个泰山的化石啊。你什么？你讲啥吧？这玩意可了不得了。我都是带现金收，你这村里我来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是吧？差不多。你别差不多，别的有好样拿。没有，反正这大元宝上。这多少钱？啊？这种多少钱？这个6000块钱吧。6000块钱。嗯。你这么大的确实少了。看石啊，这是看看石这是滴血的，知道吧？后期有要的我都是。有这个有这个，好了，走了，大哥。好。年轻的现在很多都不明白了哈。差不多文革时候的。不是文革时候，我在搞这。是这个造型是个狮子图这种，到不了清啊，也入不了民国。但是比如说一到80、90年代，那个啥就不真实，啥就没这个好的。这货一看，那时候文革的时候这货，要不保护这给能去打了就再早也给国家上来我明白。啊，2000块钱稍微高点，再早啊。不过现在它慢慢值钱了。就前些年咱下乡的时候啊，上壶水喝吧。哎，不用咱要。这要分哪人？别的还有吗？我有往茶的。还有往破的，破的一般就不是商家了，一破了就不值钱了。是吧？破的年就更年日啥了。好家伙！他的确实够厉害的。哎，好，这卖多少钱？这5块钱值钱啊！这2把给我2200块钱嘛，行吗？2把给你2000了。啊，这我那小时候2把，俺爷爷的，那时候喝大爷了差点橘子，整了。那是不能这不听的，都听这个慈善回来了，就是光个人吃。光俺我和老伴喝啥的都是岁数大的，尤其是70岁往上的，来了吃个茶不喝水。行，那你都这么说了啊，就是肯定说人家肯定是说使着钱了或者怎么着了，要不然的话咱怎么说呢？就是说扯活着吧，就是说你觉得你合适，我觉得我也合适，哎，是不是？这个两边吧都觉得合适，这个买卖就成了。哎，你觉得不合适，我觉得不合适，这个买卖就成不了，你说是吧？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常有意见的，我老是不讲行了，有的时候急急慌慌的呢，就没有时间了。标准文革时期的文革，有的时候没法说，像这个壶，这把壶的话，他以为是不值钱，其实真正值钱的是这一把，这一把是我们到明代了，这四平一般底下都会刻着，有这个义工啊，看不很清楚了哈，非常有名的四平壶。那很多人说这都坏成这样了还值钱吗？民间有个说法啊，你家里不趁个1800亩地、500-600亩地，用不起这种壶。你别看这种壶很珍贵在古代，而且呢，这种叫吐砂，弄上水以后一弄给吐出沙来，这种基本上这种砂质都绝版啊。
那个时候是古人喜欢什么呢？我经常说审美的最高境界是病态美和残缺美。那时候会把它里边放上倒上水啊，让它自然的成立，然后找人一点一点锯出来，没有一两个月做不出这个造型来，就故意的找这个残缺美，关键年份能造美。有很多人说呢，你像这个他要200块钱是吧？要都要的话，你那个你可以不要，是不是？只要这个不行的话，让人大爷太吃亏了。我只能从这把壶上找吧，也就是说，哎，咱就总共咱就拿到了，对不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古代的大主才能配拥有这种壶，故意的。你看这上边有多少锯子吧？你以为古代的工就省啊？我们现在一个锯活，一个锯子最起码要你50块钱，你就数数这把壶啊，有多少个锯子吧？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买来还能用吗？理论上还能用，其实我会把它当做一件艺术品陈设到那里。第一，年份好，瓷瓶明壶啊；第二呢，就要求这种残缺美和病态美。所以说有这把壶就值了，这就知道。不知道镜头前的藏友欣赏得了，欣赏不了啊！有很多人说，那你这个不对，那病了，那残缺了没有？那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长一个酒窝，有先天咬合肌断裂症似的，但那个小酒窝它是病态的，先天的病态。先天的残缺，但它是很美的。再比如说我们的库置山水，横峰侧畔千帆过，并树前头万里风，包括我们盆景上的这种舍利干等等等等啊，包括什么外国的那维纳斯，包括我们的北魏佛造像，很多都是残缺的。你会发现它有另一种美，那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啊。有很多人不理解，但后期你就会慢慢漂亮不提啊。你像这种啊，真正的咱说的那种猪泥，都是做小活的，敢用这么大的料做这个这么大的茶壶就少了。这真正的猪泥上边那种大颗粒的沙壶啊，厚沙壶，标准明代这种就更少，几乎难得一见。这种产品呢，现在这里10几万。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点。今天这个熟人介绍啊，一个收废品的大叔啊，说收了一批古董，咱一块过来看看。哎，你们那个什么，是这边这个楼打电话了是吧？好家伙，可以啊！我一辈子就过了，一辈子长，一辈子。这回我就长。前段时间这个中介单位地皮处理同意你们买多，这是破质量的破家具，乱七八糟都叫我处理，就当费心钱。有的不从给我这种，上次我一看，好像是古董。你怎么知道是古董的？啊，我就找人问过。你不经历事业，你怎么知道是的？这总共多少干这个活？这总共是89个。那你想买多钱呢？这是多少呢？就叫1000人一个。那你多少钱买的呢？那我买的价格真的不一样啊！要不你待会儿我多少钱买的？要是你肯定是不是贵，那你能赚多少钱？8个一个，要1万多万多。你看你这都有坏的，那是几个别的。那你说最低多少钱？最低的1100。900不卖，少卖1000倍。你要是再往回来，到时候咱们就处理了。我知道啊，他们给我讲来了。你看咱上，说我知道你肯定也挺赚钱，你不能说让我也什么呀？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粉丝啊，哎呦，也是很多藏友喜欢这个东西，给他们也来点实惠是吧？你要你也别1100，我也别900了，咱950。950不是。我行了，你这里边还有坏的嘞。那是几个别的。我知道几个别的就不行了，那我挑。要就1块1块就处理，我不卖3块钱。那你让我挑，我给你按1100。不管950钱。都是熟人介绍的呀。我估计你就跟拜见似的。你们这些都收回，你不就发现了？你手里面就值钱了。我上公安场问过了，一个要好几千一个。行了，980吧。980行了，980吧。你要再多了，俺拿不着了。本身就熟人介绍的，你行吗？980行，980拿着了，要不俺走了，行吧？
一看非得来这一套，一共多少个？一共80多。好，我点好了，我给你转账。好啊，好。这就是今天咱的成果哈。我给大家讲一下哈，这东西可了不得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工艺繁缛，唯一一个以皇帝年号命名的艺术叫景泰蓝，它还有一个传统的名字叫做掐丝珐琅，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缛啊。这个大叔啊，应该是捡了一个大漏的，咱也跟着捡个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它的工艺呢，用纯铜啊，整个铜胎打造一个铜胎啊，手工锤炼一个铜胎，锤炼完了以后呢，在上边进行干嘛呢？掐丝，把小的这个铜丝一点一点的掐进去，纯手工的，都纯手工的，并不是说是怎么样。你看这个云朵，好像每一个都一样的，每一个都不一样。掐完了以后再点燃，点燃完了以后呢，再施珐琅啊，就是再烤蓝啊，烤蓝完了再进行打磨，打磨完了再干嘛呢？在上边再鎏金，这上边都是真金，一擦就脱了，上边有包浆。上边都是真金的，铜再鎏金，外边呢全用珐琅彩啊进行点燃以后呢，再进行高温的烧烤，这个东西就这么珍贵。现在新的一件呢，就是说它是纯手工的，用去做的，可能成本都好几千一只，有的可能就卖到有点名气的都卖到上万。那这什么时期呢？50年代、80年代创汇期，也不是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的，那就是说。就是在对社会有贡献的那些能人吧，有地位的人吧，家里都有啊。那么再一个呢，很多就是那时候走入全世界，作为国礼去使用。掐丝珐琅景泰蓝现在被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礼相顺。那个年代再不用说，那个年代我说了不计工，根本就不计工，纯铜制胚制胎，制完胎了一点点的在上面掐完丝以后呢，再点燃，点完以后再烤蓝，烤完打磨，打磨完了再鎏金。我说的很简单啊，几秒钟说嘛。真正实际的工艺就做这一个东西，那还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就能做成的。关键是这东西摆到家里，这是一个传承，它不是说咱现在的就是机器户或怎么着，它一弄就出来了，弄全都是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这都是老色了，还有个色。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这就是几百年的文化传承和沉淀。儿娶女嫁，金玉满堂，福寿延绵，红夫妻间，漂亮。儿娶女嫁，我们现在经常放摆好，客厅里摆好，那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人呀、心呀、沉呀，干事也实在，用的也不越来越少的，越来越少的。我刚才见你了，哎，我明晚给你买点么哥。哎，咱们给我打电话，我刚才我正好从这走，我刚才看见。这下丈夫，我这件什么我？冷不冷啊？冬天在这？为这我把炉子给不给弄活，给弄给都弄上。是，不是你弄这炉子晚上可得注意啊。那我说不是，我说注意别有梅毒啊。衣服你还够穿的吗？衣服不少了我。不少了哈。哎，我来得及，正好有事。哎，我也没给你拿。哎，我这不。你说你平常老给我打电话，我不过来，我也不挣200算，就给您再买点东西。哎呦，我过不得来。我光不赚你不赚钱，那叫何的？我好事给我，那我抽着我不抽烟，我就有个信主。你拿着。我信主，我不抽烟，我信主，你装。你不抽烟？你上回我记着抽了。戒信主这你戒了？哎，戒了。你留着来个人什么的不行吗？不，我这个不能。这哪是？项链有吧？啊？这个的，项链。项链。哎，小荷包的。不，这是什么物件？是吧？谁知道我弄不清？哎呦好，这是我这个，我不认的，我有你这不这就捡的都是。好，这我瞅一眼哈。啊。这些我跟你说啊，这都是塑料的这个。啊，对。塑料的就假冒的珍珠。这有吧？这都是一些铁链子。你拿着吧，我不要。哦，我都不敢拿。
不，男的小我送人家，看大伙要吧，玩去吧。你看这玩意儿，俺就玩的。那行，那这个我留着玩。啊，对那些我就不要了，但是也不能白拿的。不能白拿的。哎呀，我是。哎呀，拿的这200。哎呀，反正我这别的呀，我都是成腰吧，老子。那天哎，黑抓啊！我都没呢啊！我到这边下来的。麻烦你，麻烦你，哎呀，好嘞。我走了，大哥啊，不好意思啊，你快进去吧。啊！今天真是捡了天漏了。这是一颗久远的天珠啊，我们所知道的最著名的就是李连杰当年在西藏喇嘛寺得道高僧那里收了一颗久远的天珠，据说花了2400万，那么现在的市场估值大概是上亿了。那么我们现在所供知的，就是说传世的，在西藏大昭寺然后这个释迦摩尼等身像两侧的立柱那都是天价不可估量的价值。那么今天我在这一个石荒大爷这里收到了一颗久远天珠，仅仅花了200。刚刚我激动的手都有点抖，其实我动的手都有点抖。然后肯定大家又说这小哥又骗老人了。咱们说的比较道代的天珠的话，指的是唐珠，就是唐代的时候制作的天珠，也就是说文成公主那时候入藏的那一批然后这上面黑色的都是不透明的，然后据说是千外来物现在我们广泛认知的叫什么呢？叫这个香石玛瑙这个咱再检测一下。那我们就检测一下大家看见了吗？这就是染色的玛瑙中间有这种快速的痕迹这个勾都是快速的痕迹，而且是染色的玛瑙。包括这个珠子应该是个料的吧。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我想就没有疑义了。玛瑙其实并不值钱，成本就是10块钱20块钱，跟我上次在这个潘家园买的是一样的。大家看到了，这样的话就不会再有人说我又欺骗老人了。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你说大叔给我打了带电话过来也是一份挂念像这种天珠类捡漏的传奇，大家一定不要信，因为真正的天珠一定是就是说老的天珠，咱说的是唐珠，唐代的，而且说是传承有序的，一定是哪位得道高僧身上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那一种就不用再考虑了。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可能是乾隆时期的、晚清民国的也会有一批。我们真正能得到那一种花个几万块钱能买到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你说我们想找一个久远的天珠，然后还是传承有序的得道高僧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沉迷在这个天珠的故事里。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大叔，你自己卷烟抽，你给我烟，我能拿吗？我抽不了，不是这里我不是，你这家里我明白你的心意，但是我不能拿，我真不能拿，不能拿给人家，我真我能拿你烟，我不。这个人年轻人不能拿，那天无双手合十，在思考做人的道理。对不起，年少的自己，行千万里，再别忘了初心。今天2块哈，大娘。嘿嘿嘿，哎呦吼！
今天有好运气哈，这大金蝉，看这大哥今天收到满了，估计有好货。当时我这个东西，人家给我20万，我没买，当时用钱10。这都是纯金。你从哪弄的？我都有老干部家收的，这个45年的这玩意儿。你要是20万，你不卖你。这不原来人给到20万我没卖，我等10钱了，等10钱了。我才不信呢！不，你说我这个你人这个东西你人喝这个你人的，这是纯官窑的，款式写的挺好，不是纯官窑这。原来我干10钱。我当时用钱，我现在光收用的不少了。不是，那你这意思，老哥，你这一上来一说，人家20万，你都没卖，那你给我的多少钱？你开个价我听听。我给你1000万。怎么样？我这个东西，我等用钱，我咋都卖，你咋都卖这儿啊？你看我这个在我家待我说光。我跟你说一下，45年了。我跟你说一下啊，你怎么觉得它是官窑呢？你这你认的？是啊，确实是啊，官窑制式，万寿无疆盘，这当时就是皇宫里烧的祝寿的那批，但是呢，这是民窑的，就民间也做这个，它不是说那种真正的官窑，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光绪本朝，应该是光绪晚期、民国早期哈。这个其实有个说法，这个款哈。正好给这个藏友说一下，你也看一下大哥，你干了这么久，有时候你不去观察它这个特征，到了这个民国时期的话，它的字写的更为简练紧缩一点，而且字呢慢慢的向方正上靠拢。而光绪时期的话，它应该就是说细长更洒脱一些，而且呢这款写的你看着很好，与官窑还是有很大差距啊。那不是说他就这个一个大干部，一个老干部的，这个都是我知道东西外人东西老，过去有人看就不让看。那是。我认识老干部一伙呢，我这会我提前推40多年。这东西级别不低啊，看一下啊，中间五福捧寿啊，这上边都是那个葫芦福禄之意啊。那么万寿无疆啊，上边是回字纹，回字不到头，关键是皇帝儿的。那你在这个官窑当中，这都属于皇帝儿嘛，级别很高的了。底下啊，大清光绪年制款啊，手写款写的很好，但这个与官窑还很有差距。我只能说是民窑精品，这东西真不孬。但是你说那个价那你那不可能啊！我现在等着飞了，我等着用钱使。我知道你不用钱，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你那好东西都卖给他们了。你打电话来，你这是什么？2000块钱。这没准2000块，挣到官窑的，你看这民窑的挣到官窑的，2000块钱一个，我操，办不了。这老干部这外人见他不让见这东西，所以我去了，我给他说以后，老干部军区的老干部，就是45年前。我知道啊，这东西肯定在我家待45年了，民国时候的精品。你说的没吹红了，我跟你说，原来我不用钱使，那时候不用钱使，照过价。你这关键你这价没我开的价格很合理。人家来收年说挣。你想想，人家来收年说你45年前收啊，你连50块钱都花不了。45年前还没我呢。我当时用钱，我就翻回这个房子，我现在用钱。但是你这个那个时候，你绝对花不了几十块钱。你要说45年，你这涨多少倍了？你老干部是收藏的，这都是。你们走了，这个东西你收着收，这个东西你收着这个钱，还在你脖子是吧？你收着收，我买着卖，咱这公平交易。你看人到点了，人家这一看那个货，人家说来那也和你一样的内行，人家一出价就不和你那个出价的。那时候不用钱使，那我说我那给你20万，你不是那是多久的事了？给你20万？5年前的。你10年前你也能卖啊？你抓紧卖。没。那时候认知都少，都当官窑买回家了。那个时候啊，我想挣的好东西，有收藏价。我知道是好，但你这价不行啊！咱不说了吗？你这个完全咱说了哈，都是官窑制式，一点问题没有。哎，
完全都官窑制式啊，五福捧寿团寿纹，然后葫芦啊，福禄之意啊，万寿无疆，回子不到头，皇帝而又是啊，底下款特别正啊，后边3个蝙蝠，鸿福齐天之意。我知道都很好，我也说的很实在，我也没说它假，只是说它到不了官窑。对，你是内行，我一看就内行。4000块钱，不了，看亏大了。哪能亏呀？你45年前收的，你怎么能亏呢？亏大了，看不起。我等用钱，我不用钱，我不卖，我不跟事。你说这个差距太大。那你这我一口都到位了，你老是你别的还收着吗？别没有。那咱银河也行啊。不是你说吧，你说个实在点。你说，1万块钱，1万行吗？啊？1万那都到了10年以后的价格了。你对，你说这，你说你说推，咱俩相差太大啊。那你说，你说一口，你怎么我还能花了？我这等着吃钱。这样行吗？8000块钱。弄不了。老哥，你要真实实在在的，5000块钱我拿着，因为这个品质好啊，我一看品质好，我还得检查检查，我还得检查有没有毛病。5000行，5000行，我拿着，要不我拿不着，我拿回去我没有6000块钱。哎，你这人我就看品质好，老哥，我从来都是说我给你不会这种，我知道你也不容易现在啊，那5000块钱绝对合理的。再涨涨，再涨涨，找不着了，找不着。咱俩有成交。不是行的，我再看看，如果没毛病，我等用钱，再涨了行。5000行吗？行，我拿着。5000，一巴掌。赔便宜点。哎呀，行了，你要不然俺拿不着，我还白跑一趟。这么一看一正吧，这可行了。你那价格忒高了。一翻一正还高，这我6000，你不拿这个？你这弄的在个坎上。你看，你乡镇我那是。你关键是，你看乡镇这货。你不能当官窑去卖呀。5200吧，我再给你加200。5000我行啊。不是，俺拿不着了，都是你不是那个事老哥，你老是觉着我能赚你多少钱，我行吧行。再涨100都是。你不真不要了啊！我拿不着了。哎，拿着过来，你混弄这个事儿，混弄这个事儿。我等着看这个院儿，我等着看这房子。你看我这房子也不是，你说我告诉你点那个真正的事儿，你老是不弄啊！你看，我得看有毛病，有毛病也不行。你内行的，这个一算。你都说那是保险是啥？这些老干部是。我是连项也不少钱。是。这个都是当时买，他买的时候也得几千块。老哥，我老觉得你还有好东西，你老是陆续续，你到时候什么？我干车钱干了。我知道。干了4年车钱。你都拿出来我看看，这玩意我到时候一看。没有了。哪会儿你也说没有了？你看我住这房子也看出来了。我知道你也是个高人，你真是个高人。我啥也不说了。你看好时候了，现在没那么多东西说。哎呀，原来大地主家也很多东西。看这边全就是让他发的。不是的，对吧？对。哎呀，5000我能收获。哎呀，你上次捡了个路，哎呀，我知道那5万块挺好的，我心有数。你这事儿不是？我那个挺5万块挺好的。你那时候光你使用时间。你买的不跟他说吗？肯定我买是那么便宜。那你没有？我干推钱的。我那时候我家就说我买的东西很19万了，很多了。我家买的东西。我知道，我知道。哎呀，上次你选那个5万块，我弄好的，你给你。哎，我那时候你买的话买10万块钱，你这个你看我心有数。你要买的话买10万，对皇帝谁东西你看我买给那个
你看是不？你知道，你凡是那个5万你不卖，肯定的，5万你肯定不卖啊！你5万你连卖你不卖，5万你连你让人看看。你把你那好的拿出，我再看看。我忙着嘞，行吧。等打电话。牛逼啊！等我来给打电话。牛，老哥，你绝对不是个一般人。你干40年赔钱了，40年前干赔钱。等把收着，我等来看看你，你准备个好东西啊。行，最好。你喝酒吧？哎，喝酒吧。喝。好，改天我给你拿好酒带你喝啊。走了，老哥。行。哎，拜拜。我就说遇到那个今天有好东西，真不赖。